满清王朝的最后10年，在载沣的带统之下，培养出一批受过西方正规军事教育的满洲籍满。所以从载沣开始，新的满洲贵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必须要改革，否则我们大清朝即将不保。北洋6镇的军官，他们是专业的正规军人。这个时候，中国陆军整个面貌焕然一新，所以袁世凯称上是中国近代新式陆军之父。袁世凯1905年之后，发现到日本去读书的军官竟然在日本都加入同盟会，改革的同时，革命的火种也已经扑下去了。可以这么说啊，满清万年真的不是一败涂地，但是呢，有些事情不是中国能够控制的，就是日俄战争啊，所以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一修。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聊我们清末的历史啊。上一次呢，我们谈到辛丑合约的签订，而它附带的结果是袁世凯这个北洋5人集团的兴起啊。同一时间呢，还包括了另外一个是满族呢，也有一批新的子弟呢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哦。那他就是呢后来的摄政王载沣啊，还有他的兄弟跟他同年相近的这些满人哦，他们共同的形成了在庚子后整个北京的政局的一个样貌啊。同时呢，因为了要应对辛丑合约之后整个变局呢，终于慈禧太后决议啊来执行新政啊，这一般我们叫做庚子后新政。而这个新政啊，事实上也决定了满清最后10年左右的光阴到底是如何来呈现的。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这一个角度来切入，来谈谈我们呢这个师祖师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当然讲历史，我们来欢迎王立本老师，小好。嗨，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观众，大家好。像我们上一讲呢提到荣禄啊，也下去了。那李鸿章过世了。上次呢提到袁世凯的崛起，但是满人的龙头除了慈禧之外，应该就是庆王了吧？是的，没错。简单讲，那一代人要过去了。其实1901年义和团事变，然后1901年的这个辛丑条约的签订，其实在这之后就是满清的最后10年。所以整个清朝的领导核心，或者你说整个满族贵族集团的领导核心的一代人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除了慈禧之外，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荣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画面上大家看到了这个庆亲王奕匡啊。奕匡这个时候已经是皇族里面算是辈分最高的哦。我们知道他是奕字辈，对不对？而且他这时候年纪也很大，也差不多70以上啊。年纪也非常大，慈禧这时候也已经60多，快70。各位请注意啊，这个时候60、70就是年纪很大了啊，就是标准的老人家了啊。也就是说，他们的精神、精力、时间还有声望，都已经不足以再领导这个帝国了哈。再加上我们前面有讲到了东南互保，东南互保其实对满族集团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就代表以汉人为首的地方上的士绅啊，另外还有这些督府大员们。一旦连结起来，那个力量是完全足以让满人的朝族没有办法去抗拒。讲到这边都要有一个观念，始终无法克服满汉矛盾，是满清这个王朝一个非常大的结构性的一个弱点。或许你也可以说，它就是作为一个征服王朝所必然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它虽然可以用科举考试啊，之前用君臣大义的啊。等等这些方法来笼络，我们就以前讲过太平天国嘛，太平天国之乱，当时的恭亲王奕欣就是那个时候的满人的领导集团用的方法就是分享权力嘛，就是我跟汉人形成一种中央地方共治这样的一个方式哈。但是这个结构到了1901年之后，又再次受到很大的挑战跟动摇，就是满人的危机感开始变得越来越强。有一点各位要注意，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几乎地方上重要的督府通通换成满人，代表说这10年满清政府的满人统治集团开始有了一些警觉哈。那我们说一代新人换旧人嘛，对不对？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奕匡这些人逐渐老成凋谢了，像李鸿章李鸿章是汉人不过他都为满清效力，像荣禄都死掉，那总是要有一群新的权力集团的人要顶上来嘛。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醇亲王载沣啊。其实我们上次也稍微介绍他了一下啊。载沣他是光绪的弟弟啊，这个时候是一个19岁的少年。上次我们还拿他跟光绪的像来比较了一下，对不对？他跟光绪是长得有些像啊。先讲一下载沣在庚子拳乱的时候，他完全不在决策中枢之内。但是据说他后来到民国之后啊，他自己有讲过，看到他哥哥的悲剧，让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阴影存在啊。这是第一个，所以他非常的小心。谨言慎行啊。第二个是他非常痛恨一个人，是袁世凯。他认为啊，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集团很有可能在未来就有可能会颠覆满清王朝。其实过去许多历史的书写当中，对载沣的评价都不高，认为他是一个慵懒平庸的王爷，就是一个贵族公子，对不对？事实上，我对近代史的这种研究跟看法，我认为不是啊。其实他是有他坚韧，而且他试图让满清政府能够振作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国际间开始注意到他从什么时候？简单讲，他乘坐着轮船到德国道歉。这一次到德国道歉，应该是一个很屈辱的事情。辛丑合约里的道歉条款啊。不过，因为载沣到了欧洲之后，各国对他一开始的印象就很好，因为他是光绪的弟弟嘛。当时列强对光绪的印象好，长得跟光绪有几分像。活到1949年之后，各位啊，他接受这个中国大陆文史资料的访问的时候，他自己口述的啊，他到了德国之后，很受到当时德皇威廉2世的礼遇啊。这就很妙，为什么？因为威廉2世其实一开始很气中国人，对不对？杀掉他的大使啊。其实义和团之乱其实就从山东中德关系开始蔓延开来的嘛。那德皇威廉见到载沣之后，对载沣印象很好，觉得这个年轻人细皮嫩肉的啊，然后讲话这个彬彬有礼，很得体啊。威廉2世我们知道他这地方也是性情中人嘛啊，然后他2度邀请载沣跟他一起去狩猎。各位，这在近代以来的欧洲王室，如果你还邀请外宾啊，尤其是到了皇帝这种等级，我们一起去狩猎、去打猎，这代表是把你当好朋友。根据载沣他说威廉跟他讲，他说你们大清国出这样的事情，让我们也觉得很遗憾啊。但是告诉他说，未来你势必会面对很大的压力。什么压力呢？就是国内会有许多人要求满清政府要进行各种改革。其实当时德国也好，或列强也好，对中国的政局也都在观察了，其实都很清楚了哈。不过威廉2世把他的帝王心法传授给这个18、19岁的年轻人，告诉他，国内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分子要求要立宪，要有议会，要选举，你通通可以答应，你绝对不要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告诉载沣啊，这没有任何意义啊。但是呢，有一件事，你只要抓住这件事就好了，大清王朝就可以稳若泰山。什么事情呢？军权要抓在皇族手中。其实这是符合欧洲，尤其是欧陆各国的传统。对，就是贵族领军嘛。对，所有的元帅什么都是贵族。德国那普鲁士更是如此啊。对，皇子从军。对，没错，载沣听进去了啊。所以载沣就认为说，没错啊，说未来如果我们这一群满洲的金贵如果要继续掌握大清朝能够继续统治下去的话，我们必须要懂军事啊。一方面清朝要做军事改革啊，二方面我们这些军权我们要抓在手上。而且这句话对他最大的触动是，这时候军权在谁手上？袁世凯。对，刚好就是他讨厌袁世凯，他认为袁世凯害他哥哥嘛啊。所以载沣这次到欧洲，等于是去游历一样的。他回国之后，接下来很快他就进入军机处，直系就提拔他成为军机大臣。所以大家心里面都有数了。载沣就是未来以血缘以顺序来看的话，载字辈里面应该就属他了哈。未来应该就是由他来掌权了啊。因为当时光绪身体一直不好，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大家心里都有数啊。所以载沣回来之后他就带着他的2个弟弟一个是载洵，一个是载涛这2个都是他的亲弟弟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醇亲王这一支开枝散叶，对不对？其他的各支都不一定，是不是他这2个弟弟活得更长寿载洵比较早死了，载洵活到1949，但载涛活到1970年代，非常长寿。对，所以载涛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变成文史资料，就是常常访问他大陆留下他的记录非常的多根据他们2人的说法，他们俩就听从他哥哥的建议。载沣也告诉慈禧必须要这样做，否则的话，我们这个清朝未来就没有办法跟汉人竞争。所以兴起了一股满洲贵族从军热
而且他们不是到清朝军队里面去过个水而已，不是，他们是真正到国外念正规军校，接受正规的军事洗礼。其中最具代表性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载涛毕业于欧洲军事名校法国索穆尔骑兵学校各位知道索穆尔骑兵学校创校人是谁吗？叫做拿破仑，是拿破仑时代培养骑兵军官的法兰西的重甲骑兵是法兰西陆军的骄傲跟着拿破仑南征北讨。各位，他是正规班毕业其实不容易，要接受文武合一的教育他的另外一个兄弟就是载洵载洵虽然没有进入英国正规军校，但是他到英国去考察海军1年，他也上英国的军舰跟着英国的军舰航行到很多地方。各位不要看这两个看起来也是细皮嫩肉、白白胖胖的两个王爷后来他们两个一开始辅国公还没有被封为贝勒，但实际上他们两个是到欧洲是真的用心学习当时的欧洲的军事除了这两个载字辈的亲贵之外，另外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兴起一股留学日本的热各位请记住一件事甲午战争，尤其是在1900年、01年之后，中国跟日本的关系还不坏。各位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一个普遍的认知里面是，日本变成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橱窗嘛。认为日本的现代化成功，所以中国要现代化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日本学。当时很多翻译的文字都是用日本汉字翻过来的，像科学、科学的社会主义这4个字就是从日文翻过来的。也有一些满清的八旗子弟到日本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是正规士官学校毕业。其中比较具代表性，第一个是铁良。后来在袁世凯的北洋6镇当中，载沣跟慈禧太后就特意把这一些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满洲子弟把他安插到袁世凯的部队里面去，甚至后来还把北洋6镇当中的1镇全部都用满洲的这一些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读过军校来。各位，铁良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正旗班毕业生。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其实上网可以找到有一些当时中国到日本读士官学校的一些老人的回忆那个训练是非常刻苦的，纯粹的武士道加上西方的严格的军事院，这些人能够把这个苦吃下来，而且能够毕业由天皇授予军刀毕业，这是不容易的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具代表性的是梁璧，另外还有一个到德国读军校的就是后来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一开始镇压革命党的应昌，他到德国读过巴伐利亚的步兵学校各位，这些学历在当时来讲是非常亮丽的也就是说，到了1901年之后，真的在载沣的带头之下，培养出一批受过西方正规军事教育的满洲集团。其他有一些满洲的权贵或者说八旗子弟，虽然没有读过军校，但是他们到国外去考察，然后真正去思考跟学习国外的政治跟经济制度也得到了很好的心得。简单说，新一代的满洲权贵不反对改革，不存在过去像戊戌变法里面那样满洲集团如此反对改革。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端方。各位，端方是慈禧太后非常喜欢的一个人这是在官方记载里面。当时还在义和团运动的期间，慈禧问他说，这个改革对大清朝有什么好处？端方马上给一句，可保大清朝世袭罔替。这告诉慈禧一件事，如果我们不改革，那我们满清的统治就会完蛋就这么简单。所以从载沣开始，他带了一个头，底下这一连串我们刚讲的这几位新的满洲贵，这些人大概都是20岁到40岁之间，就是青壮年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必须要改革，否则我们大清朝即将不保。讲这边各位有没有发现有2个集团出现了？一个就是袁世凯所领导的北洋集团，跟这一群受过新式的军事教育，或者是有新的见识的满洲的统治集团，引然在当时中国中央形成一股相互拮抗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满清王朝的最后10年，我们就可以说就是这2股力量在交互竞争当中，这个对后来整个中国的政局发展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变化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集团，它真的是完全是新的一代其实为首的载沣你看他出生于1883年，是让年纪非常的轻你看他1901年派去德国道歉的时候，也不过将18岁，18、19岁，所以等于说嫩的太嫩，老的太老，因为你看载沣跟奕匡差距岁数有如此之大。事实上，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
慈禧太后的掌权是一个非正规的权力机构，它所造成的最大的冲突就是第一个，它非亲信无法信任，而亲信里面呢，大多数是满人，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嘛。少数的是汉人，例如说像李鸿章、张之洞。但即便像李鸿章、张之洞这么亲近慈禧的人，也经常性会受到慈禧的敲打。他不会让他很惨，但是他也是敲打他。那另外呢，慈禧对于老的有能力的满族的亲贵，他是不信任的。例如说，甲申易书之后，奕欣被废退了10年哦，他只能真日念念佛、斋斋戒，也没啥事可干，因为干多了杀身之祸，或者是被贬更远，都是有可能的。要么就是唯唯诺诺听慈禧差遣，虽然有一点自己的能力，但不敢发挥。例如说，像是载沣的爸爸，最有名就奕轩嘛。那另外还有看到旁支远系例如说像奕匡并不是没有能力，但他具有巨大的人品的缺陷，太爱钱了，太贪了。那也就遇到这种问题所以反而呢是这样的样子，再不然就委以重任，但他不是皇族，虽然他是满族，例如说像荣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形成了就是中央非常的不稳定它的这个权力结构看似很稳定，但其实它本身并不是建构在稳定的结构大厦上面。我们要知道光绪皇帝是中国应该是有记录以来在位最久的傀儡皇帝，没有一天例外，在位34年之后100多天不是傀儡而且还是同一个人控制他，这才是恐怖的地方。对啊，没错。有些皇帝做了很久的傀儡，例如说像是汉献帝，但汉献帝好歹换过好几个幕后老板，对吧？可以说是到了慈禧后期的时候，为什么整个满清的问题逐渐浮现，不改不行。对，那慈禧其实也渐渐知道嘛，她的寿命也不是无限延长的。那另外这些满族的大员已经逐步的崛起了，而且这雄起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年轻又干练的袁世凯就成为看似满族的最后一根中流砥柱，至少在汉城里面那另外一个就是老臣呢我们前面也提过的张之洞。那还有一位呢，也是开始保守的，那后来自强运动起，他开始跳入洋务派的刘坤一那这3个人就形成了在后期变成汉城当中相对重要的角色。不过刘坤一到1902年就过世了倒是张之洞活了比较久到了1909年，但后期真的是年纪蛮大的。希望我这边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袁世凯其实他的部队被委以重任，因为我们知道荣禄等于说调任到文职之后，他原本的5卫军一方面在八国联军当中受创甚深嘛，另外一方面，袁世凯部队其实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因为他参加东南互保。那他的部队又接下来进入到什么样的进程？所谓历史上很有名的新军据说跟袁世凯非常有关系。中国近代，我们说20世纪因为中国内忧外患非常严重，所以军事改革成为20世纪中国政坛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各位，到1949年之前，中国的军事曾经历经过3次重大的改革。第一次就是袁世凯的北洋陆军的建立与改革，第二次要到1924年黄埔建军，就是引进苏联的党军制度嘛第三次要到1930年代就是德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国之后各位会问说，那在自强运动的时候，中国不是有淮军、湘军吗？也有这一些使用西洋武器的部队。我告诉各位，那只是在器物层次上开始使用洋枪大炮而已。可是，在整个组织还有作战的训练的理念上面，中国的军队基本上还是那种乡勇团练的形式完全没有现代化的一个组织跟训练，更不要说什么后勤的体系啦或者是什么教育训练的系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各位，完整的将现代陆军的这一套规模跟体制移植到中国来的人是谁？就是画面上的袁世凯中国陆军从袁世凯在1903年所谓的北洋6镇建立这件事情，中国陆军的改革到这边才算是真正的开始。北洋陆军的基础就是过去的小站练兵，这我们之前有讲过了然后后来他的部队变成5卫右军，后来发展到山东，到山东的时候他的5卫右军又扩大，然后等到八国联军结束之后，袁世凯的部队成为当时满清硕果仅存唯一的一支现代化部队。他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后，他就在1902年他就上书给当时的满清政府慈禧太后，必须要扩大当时中国的新的部队，否则的话没有办法防卫国家。1902年上书，03年正式展开。为什么呢？因为1903年刚好是2年军火禁运到1903年结束
袁世凯在1902年上任满清政府，1903年就把他从山东带回来的5位右军开始扩大当时改名叫新建陆军。新建陆军呢，延续他在山东的经验，完全聘请德国跟日本的教官，然后将日本陆军的军制，各位请注意，日本陆军的军制是完全移植自普鲁士德国陆军。当时德国陆军是全世界陆军典范。袁世凯主要是做了以下4件事，第一个就是他把中国陆军的编制完全做了改变。各位看到没有？当时最大的野战单位，独立野战单位是所谓的镇，镇大概就12500人，就相当于现在的师嘛。底下各位可以做个对比，当时叫政协标营队排棚，就是现在革命之后，袁世凯下令把它改成叫师礼团营连排班，对不对？这个只要当过兵或者对军事有了解的朋友去看就知道了，对不对？各位，这套制度用到什么时候？用到今天，对营跟排这个还没改过名字，对，就从袁世凯开始另外就是中国军队开始有制服，过去湘淮军手上拿着洋枪，结果洋人当时在看湘淮军作战，觉得中国军队好像戏班一样，对不对？开始模仿日本陆军，开始使用制服当时许多的照片都已经显示，中国军队的穿着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另外就是引入军阶制度这也很重要，就是在你的肩膀上还有领章上面开始挂军阶各位，一个阶层分明、组织非常的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新陆军开始出现了在1903年的时候，满清政府看到袁世凯开始买新的装备，然后他的部队逐渐扩大之后，开始有了初步成效。1903年，袁世凯就在当时的河北举行了第一次叫秋操，用今天话讲汉光演习知道吗？就是类似的演习，他也找满清的权贵来看然后各国的武官也都来看，看的时候对袁世凯的部队训练颇为赞赏。当时英国的国会议员也好，或者是美国驻中国的武官也好，都认为袁世凯的部队跟欧洲的部队比起来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当时英国的记者甚至报道了一件事情，让英国人眼睛为之一亮。各位，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对不对？这个军人的形象并不好，是不是？他说，当时英国的报道形容袁世凯的部队整齐的制服、发亮的皮带跟皮鞋腰间配挂着西式的军刀然后下达口令，大部分人都用新式的军事术语下达口令步战炮攻4种兵种的协同做得非常漂亮。整个秋操打完之后，各国都给予非常高的评价，袁世凯也非常得意你看我的部队做得非常，所以1903年满清政府就开始有一个新的全国的一个陆军整编计划，叫做全国36镇陆军。未来全国要建立36镇陆军。我今天稍微附带提一下，当时湖北张之洞也在练兵，张之洞的部队叫做自强军，也请了德国顾问。但是各位，张之洞是书生他原则上不太懂军事。张之洞他有兵工厂嘛，他汉阳兵工厂，他自己也请了人来。后来张之洞的陆军在张之洞退休之后，就被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满清政府就把我们干脆就整并在一起。是，各位可以看一下袁世凯当时所定的陆军整编的这个计划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前，陆军整编计划都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基本上北洋6镇完成了。北洋6镇就是驻守在河北，还有一部分在辽宁还有靠近辽东的地方，因为还有一部分在山东简单说就经济重地就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这个所谓的禁卫之地对，没错这是满清国的心脏地带，就由北洋6镇来防守。各位，北洋6镇的军官大部分都是正规军校毕业，也有很多是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要不然就是袁世凯自己办的保定军官学校所毕业的，他们是完完全全专业的正规军人，然后有编装、有旗帜、有制服所以这个时候中国陆军整个面貌焕然一新所以讲到这边，我可以跟各位讲因为后来袁世凯不受近代史的待见，后来做的事情也太糟糕了。但是我们可以很客观的说，袁世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新式陆军之父，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其实称他为中国现代军事之父，好像也不太过分。对，我们必须要公平的说，袁世凯他练军办军颇有成效我告诉各位，1903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除了北洋的练兵计划正式推广到全国之外，另外还有1903年在北京中央也成立了所谓的军知府，就是咨询的咨。什么是军知府呢？完全模仿日本跟德国的，建立了一个参谋本部，就是最高的军事统帅机构。军知府名义上是直接受皇帝指挥，因为当时是学欧洲嘛，
由皇帝直接指挥。但是当时的军支府实际上就是由袁世凯他所掌控。袁世凯有一点像是欧洲各国的参谋总长，对这样的位置，兼任北直隶总督，对，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啊，这是他绝对是要。所以大概上到1909年春天，袁世凯称病辞职回家为止哦，北洋6镇的训练是全部完成的。除了北洋6镇之外，另外训练的比较好的就是湖北2镇，湖北陆军第1镇、湖北陆军第2镇。因为湖北也有一个湖北军官学堂，但是没有像保定军校办的那么有成绩。张之洞用的方法是将2湖优秀的青年有志从军的大量送到日本去留学，所以当时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中国的青年军官当时各省因为都在办陆军，所以都抢着要。但是袁世凯到了后来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回来就有所戒心，所以大概到1905年之后，他就不太喜欢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这些到日本去读书，竟然在日本都加入同盟会。这些年轻人可能有问题所以这样袁世凯不要的话，北洋不要去哪里？大部分去湖北各位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辛亥革命会爆发了就革命竟然渗透到满清的部队里面去，这怎么会不兵变呢当然我们后面再说。但是简单讲虽然北洋6镇到1911年没有全部完成，但我们看这张表就知道，大概有完成了6-7成了对，中国的部队就有了很大的改进北洋的陆军以及全国的陆军的改革，就成为庚子新政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成绩。是，其实我们看到这北洋6镇下面很多镇虽然有镇之名，但其实还没有完训这个是一个重点。那另外大家也可以看到最下面，比如说第4混成协、第25混成协、27混成协，有些住在河南、湖南、江西、安徽、陕西。这个是被认为他这个边军嘛，他有主次之分嘛，那当时这个就是加强旅用今天的说法叫联兵旅它是扩大的旅级单位但是还没有到镇就是各兵种都有。你看这样现代的观念其实是通用，因为大家只要一对照北洋军编制，你就可以看出来正协标营队排棚那你对标一下你就了解。尤其当过兵的朋友，我想会非常的觉得熟悉跟有趣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另外还有一个省份办的比较有成绩，就是云南。当时除了北方的保定军校之外，地方军校办的最好就是云南讲武学堂。是因为云南讲武学堂的创办人叫做蔡锷，也都是一群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像蔡锷的同学或学弟嘛，像李根源唐继尧啦另外还有蒋百里啦，这些人都在云南所以云南陆军也办的比较有成绩了。这个刚才学长提到一个重点，大家知道吗？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蔡锷在后来是反袁大将军，大家还记得吗？是的，没错。那为什么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历史课本都没有解释突然跳出来，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响应护国军起义，因为他被派到日本留学。对，没错。然后呢，后面就有一个非常鬼才的导演叫姜文先生，拍了一部《让子弹飞》，里面姜文自己扮演的马匪是蔡锷将军的手枪队队长松坡将军嘛，松坡将军，因为他字松坡嘛，这样连连看，大家就理解为什么当时他的战力会如此坚强，因为受的是一流训练。日本人的训练以当时列强来说是最刻苦，非常严格，尤其在那个年代是器械跟现代是有很大落差。靠的是更严格的训练现代器械所弥补的是缩短你的观瞄还有这些的能力，要求不像当时这么严苛。我们看不久之后日俄战争就知道了嘛，日本陆军竟然把一向欧陆强大的俄罗斯陆军击败了，就可以知道当时日本陆军的战力到什么程度。所以其实袁世凯的实力的膨胀跟清末新政具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清末新政主要就是在军制上的强化那另外就是我们还是要提一下，就除了袁世凯之外，南方最重要的大员就是张之洞那希望张之洞在当时其实他跟慈禧是有很特殊的关系的。我们一直知道其他汉人大员到这个时候，因为李鸿章已经走了嘛，都信不过就张之洞他相对是非常信任那张之洞还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革的角色呢？好，讲一下张之洞张大人。就是满清最后的老臣我们可以这样讲张之洞他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们前面其实从自强运动时代就讲到他，对不对？一路这样讲下来，其实他是很有成绩的，毫无疑问不论是你说办兵工厂也好啦，引进实业也好，办学校也好啦等等，办的都非常非常好。张之洞在这个时候，因为他年纪也大，他也主持了所谓的东南互保嘛，是不是
在东南互保之后，张之洞他常常自称罪臣啊，我是有罪的哈，但实际上满清政府当然也不会动他了哈。1898年的时候，张之洞完成了很重要的一个著作啊，这个著作叫做《劝学篇》。各位，在中国历史上只有2个人的著作称《劝学篇》，一个就是荀子，一个就是张之洞。你可以知道张之洞的抱负。其实《劝学篇》是在讲什么？《劝学篇》就是一部中国改革的计划书。我们知道1898年，我们前面讲过，当时正在戊戌变法，但他这个主张当时完成了，也有上给朝廷，但是并没有得到非常大的一个重视哈。但是他在1903年，他当时年纪很大，超过80岁了，身体也不太好哈，致仕回家了，他就将他的《劝学篇》再次拿给了慈禧太后。这在张之洞的文集里面有，他站在慈禧太后旁边。几乎是像老师教小孩一样手把手一篇一篇念给慈禧听啊，告诉慈禧中国该怎么做实业该怎么办，军事该怎么办，教育该怎么办，外交该怎么办。最重要一点是，他在里面告诉慈禧一件事：下情必须上达。很重要的一点是，告诉慈禧你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的话，满清没有办法继续延续下去。还有一点就是，当时革命党的力量也越来越大了。如何化解革命的情绪，尤其不能让年轻一代的汉人完全醉心于或导向于革命，你就必须要开议会，必须要订立宪法。简单讲，就是要以日本为师。其实整个《劝学篇》在讲的事情，都是借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啊。其中开议会的部分，《劝学篇》里面的明纲第3就讲得很清楚啊。讲到《劝学篇》明纲第3其实《劝学篇》非常的长而且有很大的篇幅大家有兴趣的话，现在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完全。那我们这边是截录，就是学长提到这个部分。你看张之洞其实他的考察如果你把它翻成今天白话字，它是非常贴近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也可以知道张之洞虽然作为传统士绅教育长大，但是他确实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看到这边说常考西国之治上下议院各有之议事之权，而国军总统亦有善议院之权，有没有？这就是上下议会制因为当时流行上院跟下院他也知道有国军跟总统的差异比如说美国是总统那法国是总统但英国、德国是国军就是国王而且还有善议会之权，叫什么？叫做解散议会的权利解散国会。若国军总统不以议会为然，则罢散之，有没有？好，就是所谓的解散国会议会，更举议员在议重新选举议员，他也知道这是文言版的公民课本，大家知道吗？没错。那君主民主之国略同，意思是说，不管是君主立宪的国家，或者是共和制的国家，都是一样。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迁不远好恶异通意思就是说臣民之间很接近。接下来重点其尊严均上不如中国就他的尊严不像中国皇帝如此的崇高，而亲爱过之两边是比较 close 的万里之外令行威力不备不欺在万里之外呢，他依然会遵照他本国的法度而且呢，他还做出实际的考察，因为他当时坐镇武汉嘛，武汉呢是南北交通、东西合运的重镇嘛，所以呢，他有很多的外国人在这边跑来跑去而且看接着武汉就知道嘛，当代的武汉也是交通荟萃嘛，9省通衢他这边就说每见旅华西人，欲其国有吉凶事，就是说我看到了来旅居我们的这些外国人他们国家有好事坏事贺吊忧乐，这个不管是庆贺平调这些快乐忧伤视如切身，是西国固有君臣之伦也是西方国家的君臣他是很正面的去形容这样的关系学长。对，他认为就是因为有议会的关系，老百姓参与政治了，所以他就会君王不会有那样子一个对立的情绪，他这样认为。他这个讲到贺吊忧乐这个，其实他讲的经验就是1901年维多利亚女皇去世，他发现英国人非常难过，非常伤心。他认为维多利亚女皇虽然跟在中国的英国侨民距离那么远，可老百姓把她当好像自己家里面的老奶奶去世一样。所以他看了之后，他就很感触。他认为西方国家因为有这种下情得以上达，有各级议会可以把老百姓的民意聚集起来，这也让政府跟百姓之间的距离就拉得非常的近，有利于国家的团结。其实这边引然就是一个 idea， 就是告诉慈禧你要怎么收拢汉人的心，你必须要建中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对，就是类似这样子，对，没错。你要晓得你要进行政治改革。其实我告诉各位，张之洞这些留在国内这些改革派，是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慈禧身上。
就是说过去梁启超这些人拥立光绪改革失败了嘛，没关系，只要你慈禧愿意改革，我们就支持慈禧。简单讲就是这样啊。但后来慈禧慢慢也老了，慈禧也把年轻的满洲贵族起来了，就是载沣这些人，那就是形成一个新的合作关系，就是像张之洞、后来的张謇、汤化龙啊这些在国内的官僚士绅阶层。温和改革派能够跟新一代的满洲贵族结合起来，形成所谓的立宪派嘛。各位有没有发现，讲到这边，中国的政治大概已经3个派系已经出来了。袁世凯的北洋派，对，孙中山在海外搞的革命党，再来就是温和的立宪派。这3派的消长跟竞争，就决定了未来几年中国政治的一个面貌跟命运。这里其实还要再提上一嘴，就是说到这个时刻其实满清并不是不想改革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传统，我们都讲张之洞，都讲到中体西用论对。可是其实张之洞是非常与时俱进的人。大家想，他写《劝学篇》已经几岁了？80左右了。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尤其在台湾，受国民党史观影响甚大了，很多的事情的评价可能会被遮掩，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重新去认识满清晚年，真的不是一败涂地，但是它有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与此同时呢，广开言路就变成很重要的，因为你要有议会之权，那你一定要先广开言路，不然你怎么知道选谁要干嘛？所以呢，报禁就打开了，学长，这个大公报就很重要。这个很重要。简单讲啊，过去敢对中国的政治有些议论，都是在租界里面洋人的报纸，但是后来有些洋人报纸慢慢也是中国人在写了，就只是老板是洋人，但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如何能够广开言路能够汇集社会的意见，慢慢也开始兴起了当然，你说宣扬革命理念，当然还是被禁比如说当时很有名的书报案嘛，革命党搞的一个报纸。但是这一种呼吁进行政治改革，就把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制度不断的往中国灌输，最具代表性就是天津大公报，对吧？大公报就是当时华人在1902年在天津法国书院办的大公报，是早期中国人所自办的报纸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这一篇真的是创刊号这边要跟大家提一下。你看这个时间光绪28年第1号。对啊，我特别去帮大家翻的。我告诉各位我们知道清朝是有文字狱的，各位还记得吗？就是清朝的读书人是不能随意讲话，文字狱那个记忆犹新，对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但是自从庚子新政1900年慈禧在西安下庚子新政之后，各种言论就开始出来了。那中国人开始模仿西方人开始办报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天津大公报大公报从此之后就成为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报纸。这大公报之后，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这有人做过统计，全国各省会沿海城市就不在话下大概中国人华人所办的报纸，有人做过研究，不下160多种。不下，当然有些办了很久了，但有些是几期。大公报还活着啊？对，杂志不胜枚举。简单讲，中国的民智有了很大的一个打开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人这时候大量办报纸？除了呼应改革需要之外，还有识字人口也不断在增加。因为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1902年到1904年，清朝2度制定了所谓钦定学堂章程。对，其实庚子新政搞了很多新的单位什么发展工商业啦，什么学部啦、商部啦，这些东西搞了一大堆。其实各位真正有成绩，就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讲袁世凯搞的陆军改革之外，就是钦定学堂章程1902年，当时的管学大臣张百熙搞了这个钦定学堂章程。对，没错，就是各位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其实这个人是蛮了不起，他虽然不是有受过什么新式教育的，不过他一直很留意于当时整个西方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推动。我记得他是湖南长沙人嘛，我记得。各位，钦定学堂章程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各位知道吗？他引进了叫做6334学制，各位听得懂？今天的学制啊。对啊，小学6年，对，小学6年，国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对，各位，6334学制学自于日本，日本这个学制学自于美国，所以间接学自于美国。各位，这个学制用到什么时候？用到今天各位，你看到没有？庚子新政的影响非常大，他的陆军的编制用到今天，然后他的学制用到今天，全国的学生数量开始明显增加。当时各省政府开始办小学，先从基层教育开始做起然后教会的小学当时也开始大量的办各位，你看，广开言路，
教育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善。这有西方人做过不完全的统计啊。1902年辛丑条约之后的第2年，全中国在读新式小学堂的学生，全中国只有19万多，到了1911年，到了170多万，在学学生哦，根本不要小看170多万，在当时4亿多中国人里面也不算太多啦。但是你从它的速度来看的话，短不到8、9年的时间，能够增加6、7倍，可见小学的数量不断在增加。对，读书上学，尤其是受新式学堂的教育，已经成为当时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当时2件事情最时髦：一上学，二办刊物、办报纸。简单说，整个社会风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了啊。庚子新政主要就在调整政府的体制啊。比如1901年就成立所谓外务部嘛，在列强要求之下，把总理衙门改成外务部，后来又陆续成立陆军部、海军部啊、邮传部。邮传部相当于我们今天讲交通部，对不对？啊，另外度支部相当于财政部啊，就是学部相当于教育部啊。不过这些其实都是过去旧的衙门把它改编过来，比较有意义的大概就是陆军部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学部，因为他们是真的为未来的大革命铺下了种子啊。各位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在各东都大邑里面啊，就是全国大城市里面，不再那么样的愚昧无知啊，他晓得外面世界怎么会，知道中国的落后跟危机。然后新式的军队开始在各省里面出现，而且军队里面潜伏大量在日本读过军校，然后又受革命熏陶的这些年轻军官。简单讲，改革的同时，革命的火种也已经扑下去。可以这么说啊，庚子后新政其实是满清在放自己的血啊，然后滋养着下一个时代的来临哦。不改革也不行，对不对？不改革死定嘛，这样子。对，只能说，因为你改革必须要有一些步骤啦。那怎么样去解析这个时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还是要讲一件事，就是请注意，这时候中国没有人反对改革，是，即使满清这新一代的这一批满洲权贵也不反对改革，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改革是当时的一个共识，那清朝为什么没有在改革中能够保住？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当然，最后啊，我们大家还是要理解一个问题：那载沣真的这么厉害吗？一个18岁、20岁的年轻人，真的有办法在这么多方面有这么的判断能力吗？因为我们知道庆亲王年纪大了嘛，但其实主事者就是载沣啊。刚才学长也提到说，载沣就是下一代的接班人，大家都知道。但到底载沣的背后是谁呢？已经呼之欲出了。学长背后是谁？我告诉各位啊，自从庚子之后，载沣就透过很多管道啊，当然这个人也透过很多管道跟载沣联络。这个人就是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当时逃亡在日本，有的时候会到香港，对，有时候到美国哈。有人说这一张很像一个歌手杨宗纬嘛。这时候梁启超才30出头啊，各位有没有发现，这是他在日本的时候的照片？发现一件，他的辫子已经剪掉了，完全西式的一个打扮。梁启超跟2个人是好朋友，其中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端方啊，端方到日本游历的时候也见过梁启超，梁启超就透过很多管道把他的改革建议就传达给了载沣，这些在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里面都有。然后他跟载沣之间的通信，也不止载沣，还有跟其他的满洲的权贵啊都有通信啊。当时梁启超就可以说在背后下指导棋了啊，告诉载沣你大概应该要怎么做，然后就是推动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改革。当时他告诉载沣说，有2种人你要防范，一种就是袁世凯，找到机会就要让袁世凯赶快交出兵权混蛋。梁启超也很恨袁世凯，我告诉各位，袁世凯在当时社会舆论对他评价也不能说不好。我们刚刚前面讲过嘛，他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当时在前戊戌变法的保皇党的那些人眼中啊，以及满洲新的权贵眼中，袁世凯就是一个很碍眼的，就随时都是有可能变成曹操、董卓这样的一个人全民公敌。对，那梁启超常常讲，他就是未来的曹操、董卓，你要注意啊。梁启超有未来之见。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梁启超告诉载沣要注意孙中山革命党的发展啊。革命党当时的力量也越来越大，尤其是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等于是所有各革命派的一个大集合建立了所谓的同盟会。这个事情是大事哦。各位，你看这名字就知道，对不对？中国革命同盟会，对，革命同盟嘛，大家团结起来哦，包括广东人为主的兴中会啊，两湖人为主的华兴会，以及江浙人为主的光复会啦。其实这张图大家一看就很熟悉嘛，中间立着孙中山，他的左手边是谁呢？
黄兴啊，华兴会的老大，在孙中山背后往靠右边那个站着的人是一个日本人，叫宫崎演藏。对，宫崎演藏，他写了一本书叫《33年花落梦》，我记得台湾跟大陆都有翻译，就是讲他在孙中山这边的事情啊。简单讲就是革命党力量越大。梁启超当时在东京是跟革命党在打比战的，梁启超的对手就是汪精卫跟胡汉民，两个人在打比战的哈。简单说，梁启超也感觉到孙中山的革命党不可忽视啊，所以他告诉载沣，你如果未来清朝要稳定统治，要和平改革哈，你就要注意这两种。我们必须要强调，其实我们过去也是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认为说梁启超思想很落伍、很保守，其实并不是这样。比如说像中央研究院最近这20年，黄克武老师啊，因为在大陆上罗志田教授，他们都有重新把梁启超所代表的政治思想跟他的政治抱负、政治规划做了重新的评价啊。他是希望能够在稳定中推动改革。梁启超曾经讲过嘛，一国之大不幸莫过于流血革命嘛。然后他也告诉载沣，革命以欧洲经验来讲，要不就法国式，要不就英国式。英国式就是透过议会改革，对不对？法国式就是不断的流血，不断的送人去断头台，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平稳的过渡。梁启超最后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做了一个预言，他说如果中国因为革命推翻满清，那中国未来至少要大乱60年。他是未来人吗？对，他说好像被他讲中了哈。起码在这个时候，1901年到1904年、05年，这个时候看起来改革是很有希望。是，但是呢，有些事情不是中国能够控制的了。梁启超纵然在背后出谋划策但是1905年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孙中山等革命派会联合起来？因为有一个大事发生了，列强竟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战，毫不顾忌谁呢？就是日俄战争这样的战争其实打得非常的惨烈，而且呢是一个现代化的军事作战死伤是非常大的而且两边打了好几轮甚至俄国从波罗的海调舰队来打两边几乎都是请全国之力。当时日本就有一个说法叫赌国运嘛那当然关于这场战争的详细我们呢当然时间的关系，我们得留待下一讲今天呢我们聊到这里事实上最后我们必须说到了1905年随着改革的深化，还有整个内外情势的交迫立宪派 vs 革命派两大中枢已经形成也就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对抗原本是保皇派的首领的梁启超已经变成立宪派了那这两个的对决呢其实就主宰了接下来大概到了革命前夕的这样的一个时光了那今天我们对于庚子新政做了很多的爬梳跟梳理我看到这里我有一个心得啦，就是讲直白的说，这一切的不稳定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还是跟慈禧这个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相扣对的，没错他的改革再加上他的年老造成了最后清朝没有办法非常全面的、有计划的去推行改革，同时在政治上面呢也进行所谓的思想的准备还有呢在实质上面的政治上的安排因为呢老的太老少的太少，我们可以看到奕匡已经老得动不了了，张之洞退休要回家了梁启超被放逐到海外，是的，他回不来了嘛。同时呢，看到载沣真的是太嫩了所以太年轻了。对于满清王朝，其实庚子后新政，我觉得我们要给予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这是过去我们很少去谈到的。对于梁启超的实质影响力，从这里看来是远远大于康有为，因为他真的渗透到了很核心。可是就于满清王朝的命运看来是注定要悲剧因为你控制不了日俄要在你的土地上打仗嘛，而这个战争对中国的震撼是非常强烈的也因此随着中国民智的打开，那大家对于这种列强的侵略，对帝国主义有更深刻的认识今天台湾很多人已经忘记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什么了但是当时的时候，中国人才正在开始理解什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好，那我们今天呢关于清末新政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今天还是要再次谢谢王立本学长。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好，最后还是要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加入我们的会员，可以让我们做得更好。也欢迎大家超级留言、超级感谢，或者是线下的赞助，绿界、PayPal、微信跟邮局都可以给我们更多粮草，让我们做得更好。那我们就期待精彩的故事，下一期再相见了，拜拜。拜拜。